有缘的朋友，中医学讲究天人合一，也就是说，人类的健康并不仅仅依赖于物理和生理的健康，还需要与自然、社会和自我之间的和谐平衡。古人云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道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深刻哲理。如今，很多人把健康简单的理解为体表的红润、活力的充沛，甚至过度依赖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，却忽视了生活节奏和心理状态对健康的巨大影响。欢迎来到修心之源频道，在身心灵的成长之路上，我们共同修行，不断探索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先点个订阅，自此修行不迷路。希望您种下智慧修行的种子，福德无量。玄学结合医学的观念指出，健康的标准在于平常和中和，生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，实际上是我们长期脱离了自然节奏，逐渐偏离了与天地共振的轨道，最终被老天踢出了平衡的状态。古代中医称生病为失常，而病因则是失节或者失势。所以健康不是短暂的舒适或表面的强壮，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心神安定，做到顺其自然。人类的身心状态就如同一架在天地间奏响的交响乐，与外界的和谐共鸣才是健康的本质。当我们无法与这个大自然的节奏步调一致时，病痛便悄然来袭。从中医的角度看，疾病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人体内部的某种失调。人体与大自然相辅相成，生病是因为身体的内部状态与外界的环境脱节，无法保持中和的状态。所谓的中和，并不是现代人简单理解的健康外貌或某个具体的健康指标，而是指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。健康就是常健康，这并不是在说肠道本身的健康，而是通过肠胃功能来体现身体的整体和谐状态。如果一个人能够跟上自然的节奏，吃得好，睡得香，出汗适量，说明他与外界的和谐关系还没有被打破。反之，如果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功能出现异常，实际上就意味着疾病的开始。中医眼中的病症可以分为几个阶段。最初的阶段是神病，也就是心神的失常。这种失常往往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，情绪波动不稳，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干扰。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敏感，比如怕吵、怕黑，甚至因为一些小事而情绪失控。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症状，实际上是人体在提醒你，精神上的健康已经受到了威胁。随着病情的加重，可能会发展到形神分离的状态，甚至心口不一、言不由衷。这时，一个人内外的表现会出现明显的矛盾，言语和情感之间的冲突逐渐加深，最终导致情绪的极端爆发或压抑。这些情况在当代社会中比比皆是，尤其是在高压力的生活环境下，人们常常失去自我，难以保持平和的心境。现代社会的娱乐方式和媒体环境，尤其是某些综艺节目，往往会极力煽动观众的情感，激发过度的情绪反应。这种情感的波动可能会导致人的精神状态更加不稳定，进一步加剧了神病的发生。健康的核心在于保持情绪的平衡，而不是过分激动或压抑。比如，有些人在该高兴的时候却强行压抑自己，反而在本该平静的时候突然情绪失控，这都是反常的表现。那么，如何恢复健康呢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整日常的生活节奏，做到平常心对待一切。中医治病，首先要调理人的吃喝拉撒睡，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这些基本的生理活动正是中医诊断病情的核心指标。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否正常，直接关系到他的身体是否能恢复到平衡的状态。例如，慢性病患者很多时候并不是通过药物治愈的，而是在调整日常生活节奏后，
人体的自我修复功能逐渐恢复，最终战胜了病痛。现代人常常陷入一个误区，就是认为有病就要不停地治疗，直到根治为止。实际上，过度治疗只会让患者和他们的家属陷入持续的焦虑和紧张，完全忽视了正常的生活。这种情况不仅无异于康复，反而让患者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变得更加失常。你的秋千正在被人为扰乱，甚至停摆，这意味着患者失去了与自然节奏的同步，即使找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医生，也很难帮助他恢复健康。要想真正恢复健康，必须让自己回到真实、有序的生活中，与周围的环境和自然融为一体，找到自己内心的安宁。这不仅适用于生病的人，也适用于那些看似健康的人。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地方，与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，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生活智慧。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应该顺应自然的节奏，只有在这种状态下，人才能达到真正的健康。健康并不是单纯的身体强壮或病痛的消失，而是人与自然、社会和自我之间的和谐共处。任何疾病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，而是身体整个系统失去平衡的表现。就像一个复杂的交响乐队，每个乐器都必须和谐配合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，都会影响到整体的演奏。同样，人体的各个系统也是相互依存的，只有所有部分都正常运作，才能维持健康的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医强调整体观念，认为治病不应只针对某个具体的症状，而是要从整体出发，恢复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。在现代医学中，很多人一生病就想要迅速找到病根，进行针对性的治疗。然而，这种思维往往是有局限性的。人们一旦沉迷于根治的概念，很可能会忽视生活中的其他重要方面。有些患者在治病的过程中，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与疾病的斗争中，完全忽略了家庭、朋友、娱乐和运动等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失常，即使疾病能够暂时得到控制，身心的平衡却已经被打破，长此以往，只会让病情愈发复杂。就像秋千在正常的情况下会前后摆动，一旦有人强行阻止它的摆动，或者人为干预它的节奏，秋千就会失去平衡，甚至停摆。病人的康复过程也是如此。过度干预或一味追求治疗，只会让身体的自然节奏被打乱。真正的康复必须是在恢复到正常、有序的生活状态中进行的。只有在这个过程中，身体的自愈能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。患者不仅需要药物的帮助，更需要回归自然，融入社会。很多时候，药物只能缓解一时的病痛，而真正决定康复的因素，往往是患者能否找到一种让自己身心安宁的状态。当一个患者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无论是运动、艺术，还是与朋友的相处，身体的自愈能力就会逐渐增强，病情也会随之减轻。这种观点与佛法中的正行正业不谋而合，强调人在生活中要保持正确的心态和行为方式，才能达到彼岸的健康状态。养生不仅仅是吃药或锻炼，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。患者在生活中寻找快乐，找到与自己、与他人、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。这种方式可能因人而异，但关键是要让自己感到舒适和安宁。例如，有些患者因为长期的工作压力和生活负担，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和乐趣，情绪常常处于低落和焦虑的状态。建议他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，重新找回那些让他们感到快乐的事情。当患者开始享受生活，情绪的改善往往能带动身体的恢复。这并不是说情绪可以直接治愈疾病，但它在康复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正如中医所说，心情的好坏与身体的健康息息相关，情志的调理是治病的重要环节。就像一只失去了方向的风筝，任凭风怎么吹，它都无法回到原本的轨迹。只有当它的线被重新拉紧，与地面重新建立联系，风筝才能顺利飞翔。同样，一个人在失去了生活的节奏和乐趣后，也会像失控的风筝一样，迷失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。只有当他找回了与生活的联系，身体和心灵才能重新恢复平衡。中医的最高境界，不是通过复杂的药方治愈病人，而是帮助病人找到与天地自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，进而恢复自身的自愈能力。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身体和心灵的平衡。正所谓心安即是家，当我们学会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和解，学会接受身体和情绪的变化，健康自然会随之而来。从中医的视角来看，疾病的发展如同一棵树的成长，根在土壤，树干的健康取决于根的扎实与否。中医把神病视为疾病的根源，认为精神与情绪上的问题是引发身体疾病的第一步。很多人往往忽略了心灵的负荷，总认为只要身体没事，就不需要在意情绪和心理状态。殊不知，正是这些未被正视的情绪，如压力、怨恨、焦虑、失望等，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身体机能，甚至一步步发展成顽疾。病症的出现常常是一个人的心灵失衡的外在表现，精神层面的问题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气病。气在中医理论中代表着人体的生命能量和运作规律，气的流动就像河水般贯穿全身。当我们在精神层面感受到压力和困惑时，气的流动便会受到影响，出现不畅或者阻塞。比如，一个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人，常常会感觉到胸闷、心慌，这些都是气流紊乱的表现。许多人会选择用药物或者食疗来缓解这些症状，但如果不从精神层面进行调理，症状往往只是暂时的，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。气的问题未能解决，接下来就会引发血病，即身体各个系统的运作开始出现明显的障碍。此时，疾病已经具象化，可能表现为高血压、胃病、关节炎等慢性疾病。然而，真正危险的阶段是形病，这时身体的器官开始受到严重的损伤，气血的流动彻底紊乱。比如，肝脏的健康关系到一个人的情绪和情志，长期压抑的情绪可能导致肝火过旺，从而引发肝脏功能失调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治疗的难度大幅增加。中医也常说，行必血尽而功不利，即当血气枯竭时，再好的治疗也难以见效。正如现代人所熟知的慢性疾病，高血压、糖尿病等，一旦到了严重阶段，治疗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。这其实就是身体长期积累的问题在严重化后的表现。回到疾病的根本问题上，很多时候，人们患病并非只是因为外界的病毒或细菌，而是源于自身内心的困扰。我们往往不愿意面对自身的问题，不愿意深入思考为什么会感到焦虑，为什么会有压力。人们习惯于将注意力投向外部世界，期望通过外界的物质来解决内心的问题。正如不少人依赖保健品、药物，希望能通过这些外物来恢复健康。然而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真正导致疾病的往往是最微小的、不易察觉的精神因素。没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，任何药物和疗法都只是治标不治本。正如中医所强调的，真正的健康需要的是自知，即通过感受和觉察自己内心的变化来维护身心的平衡。现今社会的快节奏让很多人失去了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，内心充满了各种欲望和期待，而这些欲望和期待往往超出了我们的实际承受能力。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，
许多人忽略了自己身体的信号，为了维系一段关系，许多人压抑了自己的真实情感，久而久之，内心的压抑便通过身体表达出来，最终转化为各种疾病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自我观察来找到自己的病源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后感到舒适，什么食物让我们不适，通过观察与不同的人相处后，我们的情绪是放松还是紧张，通过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是否能够带来内心的宁静。这种自我感知的过程就是中医所谓的养神。很多人误以为健康就是吃好睡好，殊不知内心的平静与健康同样重要。举个例子，有的人可能认为每天早上吃鸡蛋，晚上吃肉是健康饮食的标配，殊不知若自身的消化功能不强，肠胃虚弱，这种饮食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，导致健康问题。类似的道理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感知自己的身体，了解自己的需求，而不是盲目追求所谓的健康标准。当我们在生活中真正感受到身体的需求时，才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当身体出现问题时，不妨停下脚步，问问自己，我最近是不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？我的心情是否一直在压抑？我是不是一直在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？只有当我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，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才能真正改变身体的状态。通过精神和身体的共同调养，我们才有可能在疾病的早期就将其扼杀在摇篮中，而不是等到病入膏肓时才后悔莫及。最终的结局往往是，当一个人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精神状态，学会与自己的内心对话，病痛也会随之缓解。即便病症已经发展到刑病阶段，只要我们能从精神上做出调整，依然有可能扭转局面。中医强调信念随时有机会转回，这正是提醒我们，无论疾病发展到什么阶段，精神层面的转变都可能带来新的希望。信念一转，神气便会随之改变，生命的方向也会跟着调整。正如古语所说，亡羊补牢，未为晚矣。关键是我们能否及时觉察并行动。通过对疾病源头的深入探讨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健康的根本不在于外界的药物和疗法，而在于内心的平衡与和谐。真正的养生，不是追求某种神奇的疗法或食物，而是学会感知自己，认识自己。只有当我们与自己的内心保持对话，了解自己的需求，我们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健康。正如古人所言，知己者百战不殆，了解自己便是战胜疾病的第一步。养生的精髓在于简单而不复杂，内外兼修而不盲从他人。唯有当我们懂得停下追逐外物的脚步，回归内心，才能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发现健康的真谛。人生如棋，不必执着于每一步的得失，唯有内心的宁静，才能让我们在健康之路上走得更加稳健。有缘的朋友，感恩你能看到这里。若今日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，请随手点个赞，以此回应，留下一句自知，共鸣心灵。愿众生早日觉悟，平安喜乐，圆满自在。尚未订阅的朋友，欢迎点击右侧订阅，与我们结下更深的法缘。愿你随手转发，弘扬智慧，传播善行，功德无量，福慧双增。